我的身后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跨海大桥——泉州的洛阳桥。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了，比欧洲在海上造桥的历史还早了286年。在900多年前，没有钢筋、没有水泥，甚至连起重机都没有的古代，是如何把一座长度达到834米的石桥建在海上的呢？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那为什么当时一定要修建洛阳桥呢？在洛阳桥修建之前呀，人们一直是靠渡船往来洛阳江两岸，但是春夏季节雨水上涨，加上海水涨潮，摆渡船、帆船葬身于江中的百姓啊不计其数。宋代的时候，泉州呢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也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交通条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为了能够适应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的需求，顺应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在泉州知府蔡襄的号召下，当地商民集资1400万两白银，准备兴建这座跨海大桥，来实现长虹卧波人真月，明海四周变通途的愿望。但是呢，在海里面建桥，当时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前无古人，没有任何可以吸取的经验。后来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眼前的洛阳江最窄的地方，依托海底的天然巨石来修建桥基为前提的条件。但那个时候呢，没有混凝土，如何能够在海底的巨石上架起桥墩，成了需要解决的第一大难题。在集思广益之后啊，解决了建桥的第一个难题。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创造了筏形基础法。就是沿桥梁的中轴线呀，在江心深水处抛石10万立方，在江底垒成一条长度500米、宽度呢25米、高3米的江底的大堤来作为桥基。在桥基上建造船尖形的桥墩，分开水势，以减少浪潮对桥的冲击。第二呢，是应用了重力固基法，将繁殖于江边礁石上的牡蛎呢引种于江底基石和桥墩上，让其繁殖，巧妙地利用了牡蛎外壳的附着力、繁生速度快的这种特点，把桥基和桥墩牢牢地给粘合在一块，形成一个整体。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将生物学用在建筑学上的首创。但是即使有了桥墩，那么10几吨重的条形的桥板又该如何架起来呢？如何铺在桥墩上呢？古人将10几吨重的青石板放在2船之间，然后呢，等大海涨潮的时候，水涨船高，再把船给划到准备好的桥墩的面前。等海水退潮，青石板就会随着退去的海水越来越低，最终呢会卡在事先对准的桥墩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将物理学放在建桥的首创，被我们称之为浮船运梁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桥墩大多数都是船形。那么为什么它要设计成船形呢？其实主要呢是为了减轻海水对桥身的冲击，来保护桥的安全。洛阳桥的建成对泉州的南北交流和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加快了泉州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那么同时呢，还为南宋时期泉州出现了大规模造桥的工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洛阳桥明明它建在泉州，它为什么要叫洛阳桥呢？在唐末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动荡，人民生灵涂炭，不少中原人就带着家人从河南一路迁到福建的泉州。洛阳当时非常的发达，那么这些迁过来的移民把洛阳的农耕技术跟农耕的一些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当地人。那么然后大家一起辛劳的去耕作。当时他们看到泉州呢有一处山川地势特别像洛阳，就把当地取名为洛阳，也就是现在泉州的洛阳镇。那么还有一条江呢，也被称之为洛江，所以现在呢建在洛江上的桥也被称之为洛阳桥。